美国这是在开辟一个向中国发难的新战场，而之所以要开辟新战场，是因为在之前的几个战场，美国都失败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美国呢又不甘心这么失败，于是就要找新的地方捣乱。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的话题说美国为什么忽然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我想可能是为了掩盖此前中美博弈中的惨败吧。10月2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称支持台湾积极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体系。布林肯在声明中吹捧台湾已经成为民主的成功故事，其价值观与联合国的价值观一致，因此排除台湾有损联合国及其相关组织工作。布林肯还狡辩称，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系统不是政治议题，而是务实的议题。他还宣称中国长期以来错误使用联合国2758号决议，声称这个决议只是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并没有解决台湾的参与问题。布林肯的这个声明是中美建交以来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最过分的一次表态，这公然就是在联合国制造一中一台，帮助台湾获得国家的身份，当然就是在支持台独。这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走出的极其危险的一步，再这么下去，恐怕中美关系会产生颠覆性的变化。布林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忽然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9月份中美关系似乎有缓和的迹象。9月10号，中美两国的元首通了话，当时拜登称美方从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还要推动美中关系重回正轨。接下来双方的高级官员也进行了首次会谈，美方表示要豁免部分加征在中国商品上的关税，还提出了再挂钩。这期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孟晚舟获释回国。我们还注意到，美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不拿中国的新疆人权和疫情溯源说事了，因此许多人很乐观地以为中美关系已经回暖，两国关系将逐步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但是美方很快就以其实际行动打破了某些人对中美关系的幻想。先是即将担任驻华大使的候选人对华发表强硬的言论，由于来下战书。接着拜登又说出要保卫台湾，然后就是这一次布林肯的声明。看似缓和的中美关系怎么又突然起波澜了呢？而且这一次的情势是更加的凶险，因为美方是在中国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做文章。我的分析是，美国这是在开辟一个向中国发难的新战场，而之所以要开辟新战场，是因为在之前的几个战场美国都失败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美国又不甘心这么失败，于是就要找新的地方捣乱。我们注意到，就在布林肯发表声明的同一天，刘鹤副总理应约与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举行了视频通话。从事后的新闻稿看双方达成的唯一的共识就是同意继续保持沟通。这就是说，双方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中方根本没有答应美方的不合理的要求。所以布林肯发表支持台湾积极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体系的声明，应该与中美会谈的结果是有关系的。拜登上台以后延续特朗普的对华打压政策，结果发现没有什么成果，反倒是自己的国内国际问题一个都没解决，而且有恶化的趋势。尤其是国内的疫情控制不住，经济上通胀严重，复苏乏力。最近又引发了供应链的危机，美国的许多超市空空如也民众连买卫生纸都要预约。拜登的执政能力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拜登其实是特别需要中国的支持，尤其是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能够很好的压制美国不断上涨的通胀。拜登的如意算盘是让人民币贬值，这样美国滥发的数万亿美元不但不会造成通胀，反而能够从中国身上薅走更多的羊毛。于是美国在9月释放了点对华缓和的信息，对华攻击的声调调低了点，还释放了孟晚舟，
希望用这些来唤起中国的重大让步。08年金融危机，中国救过美国一次，结果美国不但不感恩，反而转过头狠狠地咬了中国一口。农夫和蛇的故事不能再次上演。所以大家看，现在人民币一直在升值。要知道，现在中国对美出口连破纪录，这等于说美国买的中国商品越来越多，还越来越贵，还得自己承担自己加征的关税。中国软硬不吃，拜登一定是非常生气了，于是冒险开辟对中国发难的新战场。可是拜登的这种伎俩怎么能得逞呢？美国自己已经没有底气了，还拿什么来对抗中国？布林肯发表支持台湾积极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体系的时候，还不忘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你美国有本事就放弃一中吧，你直接承认台湾好了，你有这个胆量吗？美国现在反复的强调和中国的关系是竞争，不是对抗，不会和中国进行新冷战。这不就是在告诉中国，我不是来真的啊，我就表表态，装装样子，顺便捞点好处。说到这儿，我都有点看不起美国了，它已经不像是个霸权国家了，已经堕落成一个流氓国家了。大家说是不是呢？